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注意，这4类药长期吃可能会导致心脏衰竭，提醒父母谨慎服用。马大爷今年67岁了，2年多前被确诊为糖尿病，诊断结果刚出来时，其实并不是太严重，医生就开具了比格列酮等药物，用来日常控制血糖。要说张大爷也明白，糖尿病这个病虽然没有癌症那么致死率高，但毕竟是病，所以张大爷自从确诊后就老老实实的服药，每天都坚持饭后散步。平时他也很忌口，就连自己喝了一辈子的酒都狠下心来戒掉了。就这样，每次复查，医生都说马大爷的病情控制得好。就这样，医生夸了几次后，马大爷也放下心来，眼瞅着复查的次数越来越少。马大爷最近总是觉得身体乏力，经常的感到头晕头疼，尤其是饭后散步完后，马大爷经常感觉气促和胸闷，要坐好一会才能够缓解相应的症状。刚开始的时候，马大爷也没放在心上，毕竟自己的年纪大了，还患上糖尿病，觉得乏力头晕都是正常的。然而不适感说重就越来越重，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并且呼吸经常也上不来，晚上睡觉还容易被憋醒。那天马大爷散步了一会儿，回到家突然喘不上气来，脸色苍白，嘴唇变紫。急救车把马大爷拉到医院后，做完了一系列的检查，才发现他是患上了充血性心衰。不过经过了妥善又及时的治疗，算是生命无虞。后来在排查原因时发现，马大爷长时间的服用比格列酮，这可能就是他患上心衰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比格列酮会导致心衰呢？今天就借此机会，我们就来讲述其中的缘由。还有3种常见的药，经常服用确实容易导致心衰的发生。1. 大数据显示，我国有 2.93 亿人处于心衰前期。一说到癌症，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死亡，从而产生恐惧的心理。但其实还有一种疾病和癌症一样可怕，那就是心衰。有关的数据显示，心衰患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防治，约有 50% 的患者会在5年内死亡，死亡率堪比癌症。根据研究的数据显示，我国有心衰风险的人数估计有 2.49 亿人，处于心衰前期的有 2.93 亿人。心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诱发原因又有哪些呢？心衰是指心脏由于收缩或者是舒张的功能发生障碍，导致无法推动全身的血液循环，导致各个脏器无法得到充足血供而出现损害。它并不是特定的一种疾病，而是心脏功能异常的一种状态。诱发心衰的原因有很多，如冠心病、心肌炎、心脏结构异常等心血管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都可能诱发心衰。控制较差的高血压、甲亢、贫血以及肺栓塞等的疾病，也可能导致心脏负荷过重，诱发心衰发生。还有些人则是由于长期的服用某种的药物、吸烟、酗酒等的因素导致心脏功能受损，最终导致了心衰发生。心衰根据轻重程度又可以分为心衰风险期、心衰前期、临床心衰期和终末心衰期4期。中前风险期是尚未出现器质性改变，没有具体的症状，但存在高血压等高危因素，而前期则是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的改变，但还没有出现相关症状和体征。心衰若不及时的治疗，很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因此一定要引起重视。2. 腿部出现2种迹象，可能心衰离你不远了。心衰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并进行干预，就可能会遏制到其演变成为心衰。心衰患者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呼吸困难，一些病情较轻的患者会在重体力劳动时出现症状，休息后可缓解。随着病程的发展，会逐渐的演变成轻体力活动也会感觉到呼吸困难，甚至在休息的时候也会呼吸困难，熟睡中也会因为呼吸不畅而憋醒。严重的在起身后无法缓解症状，会出现呼吸窘迫，
口唇紫盖表现。心衰患者还会出现咳嗽、咳白色黏痰或者是泡沫痰，严重甚至会咳出血痰，常常会被误以为是肺部的疾病。此外，心衰患者的腿部还会有2种明显的症状，一就是下肢水肿。心衰会导致患者的肾功能减退，大量的水液在体内聚集，容易诱发脚部、脚踝水肿，一般平躺休息后可缓解。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会持续的肿胀，且体重也可能会无端的上涨。2、走路气喘。心衰早期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体力活动时耐量下降的问题，正常走几步路就会感觉到气短，休息后可以缓解。病程越发严重时，连正常的坐着或者是睡觉都会感觉到呼吸不过来。3、市内常见药吃久了可能会导致心脏衰竭。在临床上，因药物导致的心衰十分的常见，尤其是这几种常见的药物，服用的时间过长，可能就会增加心衰的发生风险。1、降糖药物。罗格列酮、比格列酮这类塞唑烷二酮类药物可能会增加新发心衰风险。美国糖尿病协会医疗保健标准中明确建议，有症状的心衰患者要避免食用塞唑烷二酮类的降糖药物。此外，新型的降糖药物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如西格列丁、沙格列丁、利格列丁以及阿格列丁等药物，在心血管实验中发现，服药后的患者发生心力衰竭的比例较安慰剂组高了不少。对于心血管系统没有什么健康问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也不用过度的担心，这毕竟是极小概率的事情。在服药期间，建议大家要尽量的常去医院复查，检查心功能，防范于未然。2、布洛芬、阿司匹林不可乱吃，严重或可能导致心衰。比于降糖药来说，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药物也能够导致心衰，乙肺甾体抗炎药，这是治疗急性和慢性风湿性疾病的一线药，全球可能有超过5亿人在使用。非甾体抗炎药也是仅次于抗生素和维生素的第3大类，它也是人类历史老牌药物之一，最早能够追溯到19世纪中叶。在100多年中，从最早的水杨酸制剂发展到如今7大类，接近100种的药物的庞大家族，其中布洛芬、阿司匹林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药物，用途广泛，药效出色，一直是它们的招牌优势。如阿司匹林，它就能够利用其阻隔血小板聚集的作用，从而防止血栓形成，这对于我们预防或者是治疗心绞痛、心肌梗塞和缺血性心脏病都是有着很明显和有效的作用。那么似乎看起来对于心脏大有裨益的非甾体抗炎药也能够引起心衰吗？几年前一项涉及到1000多例老年人中的研究指出，非甾体抗炎药确实有提高心衰发病的可能性。这项研究结果发现，使用非甾体抗炎药的心衰患者因为病情加重而入院的比值比为 2.1， 而因为服用非甾体抗炎药诱发心衰入院的比值比则为 10.5。 这说明非甾体抗炎药既能够加重心衰患者的病情，并且还能够诱发心衰，后者风险更高。并且研究还指出，发生风险和患者1周内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剂量呈正相关。不过目前来说，非甾体抗炎药引起心衰的机制还不清晰，可能是该药能够引起水钠潴留，从而导致血容量增加，会致使回心血量增加，增加了心脏的负担，从而导致心衰的出现。目前常用的非甾体抗炎药包括阿司匹林、水杨酸钠、匹罗西康以及银朵美辛等，都有明确的消化道禁忌症。它们最严重能够导致胃12肠指发生了溃疡出血，甚至穿孔。消化道出血会导致血容量短时间内迅速的减少，从而导致回心血量不足，诱发心衰。因此，虽然大多数的非甾体抗炎药物都是非处方药，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购买到，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也能不吃就不吃。这种药物对于消化道伤害很大，对于心脏也有着潜在的风险。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说，更是要能不吃就别吃。
但是无奈这种药物的治疗范围实在是太广泛，因此如果必须使用的话，应该按照最低有效的剂量和最短疗效。按降压药物，钙离子通道阻滞剂与 α 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是常用的降压药。有研究发现，使用地尔硫佐、派唑嗪与更高的心衰风险相关，在新患者使用时风险增加更为的明显。总之，心衰作为不可逆的疾病，对我们的伤害非常大，对生活质量也是非常大的打击。因此我们在服药前一定要仔细的阅读说明，或者是请教医生哦。尤其是对于心功能欠佳的患者朋友来说，朋友们有没有哪些你在服用的药物？你是否了解它们的副作用？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